今天我们将一探天文学观测史上最不可思议、最令人困惑的谜团之一，那就是1977年探测到的被称为哇信号的神秘无线电爆发。而现在我们或许低估了它的奇特之处，最新研究显示，这个信号比我们之前以为的还要更加扑朔迷离。自从1977年夏天首次探测到那次强烈的无线电爆发以来，它就成了天文学界挥之不去的谜题。这个信号不仅挑战了科学家的知识体系，也激起了公众对外星智慧生命可能性的无限联想，进一步引发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这无垠星海之中，我们人类是否真的孑然一身？从技术角度来看，即便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这仍然被视为天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最难以解释的神秘无线电信号之一，至今仍没有找到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自然解释。不过，故事的发展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近50年后，随着新一批研究论文的发表，这些研究基于对1977年数据的重新审视和技术手段的更新，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令人出乎意料的新线索。这些成果不仅对蛙信号的原始观测进行了全方位重新评估，也彻底动摇了我们以往关于其可能来源的一些核心假设。因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逐步深入探讨这些最新的科学发现。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起事件最初是如何被发现的，以及过去几十年间我们是如何理解它的。那么，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简明扼要的回顾，把故事从头讲起。这一神秘信号首次被探测是在1977年8月15日，当时是通过一台名为大耳朵的射电望远镜接收到的。它隶属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射电天文台，全名是 ASIRO。 这台望远镜正参与当时新近启动的 SETI 计划，一个旨在搜寻地外智慧文明信号的科学项目。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 SETI 计划中最令人震撼、最独特的一次信号捕获。它是一个窄带、强烈而突出的无线电信号，拥有许多科学家原本只在理论中设想过的智慧文明信号应具备的技术特征。于是，当天文学家杰里·阿克曼在例行审查这串用数字和字符打印出来的数据时，看到那异常突出的信号，简直难以置信。他情不自禁地在纸边写下了“蛙”这个词，没想到这一写，就成了这个信号的正式名字。不过，很多人一开始常常误以为，这一串字符本身就是从外太空传来的秘密信息，好像是某种密码。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些字符不过是用于表示无线电信号强度的简化符号，每个字母或数字对应一个不同的强度等级，而在蛙信号中，它们代表的强度是异常高的，远超背景噪音。但如果说单靠强度就能引发这么多年的关注，那还远远不够。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条信号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50年过去了，它依旧被无数科学家和爱好者念念不忘呢？首先，这段信号的持续时间约为72秒，这并非巧合，而是因为随着地球自转，天空中某个区域正好从望远镜的接收视野中穿过。科学家们观察到的信号强度曲线呈现出一个典型的高斯分布形态，这正是我们在面对来自遥远恒定源时所期待看到的模式。也就是说，无线电波的强度从弱到强，再缓慢下降，形成一个清晰的山峰，这非常符合一个远距离静止天体发出的无线电信号被天线扫描经过的典型表现。更为关键的是，这个信号正好出现在1420兆赫这个特殊的频段，也就是所谓的氢线。氢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而这个频率是它最基本的光谱线。因为它在宇宙中几乎没有干扰，许多科学家推测，如果外星文明真的想要和我们沟通，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这个宇宙共通语。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当时还是此后的几十年里，天文学家们尝试了无数次重复观测，对着信号源所在的区域进行了反复扫描，也对银河系中可能的类似位置进行了排查，却始终没有再次捕捉到类似的信号。因此，关于蛙信号的研究长期受限于数据本身的稀缺性。毕竟，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没有其他信号可以进行对比，也让后续的科学分析显得步履维艰。更让人惋惜的是，曾有一段时间，科学界普遍认为，
用于捕获这段信号的大耳朵望远镜的原始观测数据，在1998年项目关闭时已经永久遗失，仿佛历史上某段极为关键的证据被时间彻底抹去。因为就在那一年，这座老旧的天文台被正式关闭，地基上后来甚至被修建成了高尔夫球场，使得继续研究的可能性几乎变成了奢望。但事实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绝对。令人惊喜的是，事情出现了转机，原以为早已丢失的数据，其实可能还暗藏在线索之中，等待着被重新发现。在2006年到2017年之间，一位名叫马克·阿贝尔的研究人员通过不懈努力，成功地找回了超过75000页的旧打印资料。这些资料全部来源于当年负责输出挖信号数据的计算机软件系统 N50CH。通过将这些历史文档数字化整理，他最终构建了一个约 1.24 兆字节的数据集，其中囊括了从1977年到1984年间的宝贵观测数据。这一发现仿佛为研究者打开了一座失落的资料宝库。依靠今天的计算能力，尤其是光学字符识别 OCR 技术的加持，科学家们得以将这些纸质档案精准转录为可分析的数据，并与成千上万条历史信号进行系统比对，由此揭示了关于挖信号此前从未发现的多个新特征。这些新分析中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对信号来源天空坐标的重新定位。之所以位置模糊，是因为大耳朵望远镜的设计结构包含2个独立的接收装置，它们以3分钟的间隔轮流扫描相同的天空区域，因此很难判断究竟是哪一个装置捕捉到了这个神秘信号。最终的事实是，这个强烈的信号仅仅出现在其中一个接收器的数据中，而另一个却没有任何记录，这就为判断其真实来源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科学家都无法准确地确定信号来自哪一个观察角，在精确定位上始终存在盲点。不过这次重新分析的结果给出了更明确的位置范围，较以往的估算更加集中，偏移角度为 7.24 角分左右。这一调整虽然微小，却有望成为未来射电望远镜追踪信号起源的突破口。另一个让人颇感震惊的发现，就是信号本身的真实强度远比之前人们估计的还要强劲。经过新一轮的校准和分析后，我们发现挖信号的功率可能被长期低估了，它其实比原始数据所显示的要猛烈得多。在最初的估算中，科学家给出了一个范围，大致介于54至200杨斯基之间。虽然这已经不低，但显然还没有反映出它真正的威力。通过更新的计算模型和多重数据源的校准，新研究指出，挖信号的实际强度很可能达到至少250杨斯基，这使它跻身于最强的深空无线电信号之列。不过，当我们将它与宇宙中已知的最强射电源做比较时，它依然不算最顶级的能量洪流，但作为一个短暂且孤立的事件，它的强度仍然是异常显著的。所以现在我们不妨花点时间深入了解一下250杨斯基这个数字在射电天文学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在宇宙背景中属于什么量级。杨斯基这个单位在天文学中是用来衡量某个信号在特定频率下的能量密度，它是天文学家用于描述射电波强弱的一个标准单位。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个单位，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1杨斯基等于每平方米每赫兹时的-26次方瓦。这个量级的能量已经远远低于普通电子设备的发射功率。不过光说数字可能仍让人觉得抽象难懂，那我们不妨把它与我们生活中能接触到的射电源来做些对比，这样更容易把握它的相对能量大小。首先我们来看太阳，这个全天候在发射射电波的巨大星体，是理解宇宙射电强度的最佳起点。即便在最安静的时段，太阳在20兆赫频率下的背景辐射也能轻松达到1000杨斯基，这意味着它的能量输出是挖信号的4倍之多，而那还只是太阳静默的时候。再来看我们的银河系本身，这座星辰构成的宏伟城市，它整体释放出的射电强度常常高达100万杨斯基左右，远远超过任何孤立事件，当然也远远超过挖信号所表现出的强度。有趣的是，如果你拿一部普通智能手机放在距离射电望远镜1公里的地方，即使它没有在打电话或上网，只
只要再发送信号，它所释放的功率理论上就可以高达 1.1 亿杨斯基，是挖信号的几十万倍。从这个角度来看，挖信号的250杨斯基似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尤其当你知道你兜里的手机就可能释放出数百万倍以上的射电强度时。但要注意的是，如果考虑到信号来源的距离可能是数百甚至数千光年之外的某个天体，那么250杨斯基的强度就变得极其可观，足以跻身最亮眼的深空射电事件之一。这样的强度通常只有银河系中心附近的某些特殊天体才能达到，比如处于冰霾尘埃后的强射电源，或者是超强磁场的中子星，我们称之为磁星，甚至更远处的类星体也能产生这种量级的信号。实际上，在目前所有已知的宇宙射电源中，能够自然发出如此高强度信号的天体寥寥无几，这也让挖信号显得更加罕见与特别，仿佛来自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宇宙访客。于是问题就来了，有没有可能其他国家或机构的射电望远镜也曾无意中捕捉到这类信号，只是没有意识到它的意义，或者数据还未被系统分析？同时，研究还发现，这个信号的频率与预期值相比存在极其微小的偏差，大约是几兆赫兹范围内的小数点级别，但即便如此，这种微妙差距也可能隐藏着关键的物理信息。乍看之下，这样的微小频率差异可能无足轻重，但在天体物理学的语境中，它恰恰是判断信号来源运动状态和性质的指纹，非常关键。这一细微的频率偏移其实暗示着发出信号的源头正以比我们原先假设更快的速度相对于地球移动，可能隐藏着高速运动或独特轨道行为。因为在宇宙中能够导致信号频率偏移的物理机制主要是多普勒效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移和蓝移，是天体在空间中运动时对光和无线电波产生的拉伸或压缩效应。根据频率偏移的计算，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个信号源正以大约每秒84公里的速度朝着太阳方向移动，而在银河系的标准参考框架中，其运动速度也达到了每秒74公里，可谓是疾驰而来。而这些运动参数的推算完全得益于对1977年原始数据的重新深入分析，是多年之后科学家们借助现代工具所揭示的新成果。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当年数据处理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个小小的疏漏或误差，虽然不起眼，却可能影响整个信号的解读。这个误差很可能是由于1977年观测系统进行了一次软件更新，导致数据格式或处理逻辑出现了细微变动，而这个问题在当时并未被立刻识别出来。正是通过对这些新发现的深入分析，科学家们现在可以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模型，来重新构建这个信号的可能来源和成因。和过去的努力一样，最新研究依然首先着手排除了所有已知的常见可能性，包括自然天体现象、地球干扰，甚至已知卫星活动等等。这些被逐一排除的假设中，自然也包括外星人打招呼的可能性，还有从地球卫星、无线电台或者闪电等自然现象中误捕捉到的可能情形。关键在于，这段信号的波束特性非常稳定，符合来自极远深空的静止天体所应呈现的模式，而不像是环绕地球运动的卫星或本地信号源。再者，因420兆赫这个频段被全球射电天文学界严格管控，属于保护频率，各国通讯设备通常禁止在此发射信号，以避免干扰科学研究，这也进一步提高了这个信号来自地球以外的可信度。因此，结合频率、方向、强度等诸多线索，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信号并非来自地球，也不是来自我们的人造卫星或轨道飞行器，它几乎可以确定是一个真正的外太空来电。即便我们将所有可能的谐波干扰纳入考量，例如710兆赫的2次谐波或473兆赫的3次谐波，这类频率曾被部分电视台或通信设备使用，调查结果仍显示，在信号出现的那一刻，俄亥俄州及其周边地区并无任何发射台或设备在使用这些频段。更为关键的是，根据当时的轨道记录，在1977年8月信号出现的那一片天空中，没有任何一颗已知人造卫星飞过，也没有任何航天活动记录与之匹配。
哪怕将调查范围扩展到冷战时期苏联可能发射的秘密卫星，那些使用闪电轨道的高倾角轨道设备也没有发现有能力在那个位置维持连续72秒的信号发射，它们的速度根本不允许这么长的驻留时间。这些高轨道卫星通常移动非常迅速，不可能在某一个天区停留超过10几秒，更别说长达1分钟以上了。同时，我们也可以排除太阳活动的干扰，因为根据天文记录，1977年8月的太阳处于活动低谷期，几乎没有耀斑或风暴现象。而且，通过对大耳朵望远镜前后几十年数据的比对，也未曾发现任何类似的信号重复出现，因此系统故障或软件错误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这也正是蛙信号让人着迷的地方，它在过去50年里始终是一个孤立，没有前例可循，也没有后继信号，它像是宇宙中的一次低语，说完便沉寂无声。那问题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天体现象能够如此精准、短暂又强烈地发出一段符合智慧信号特征的无线电波？目前，经过多方验证和推演，大多数天文学家都逐渐达成了某种共识，这个神秘信号很可能并不是外星人在呼唤，而是某种少见但自然的宇宙现象。为了更好地说明，我们不妨通过一张示意图来直观了解这种可能的天体现象是什么样子，这或许能帮我们拼凑出当年那次神秘信号的来龙去脉。综合频率、强度、时长与空间特征，科学家们认为这更像是一种罕见但极其猛烈的天体物理过程，也许是一种宇宙中偶尔发生的极端爆发事件。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一种叫做微波激射耀斑或超辐射爆发的现象，它通常由漂浮在银河系边缘的一种小型、低温、呈中性状态的氢气云所引发，就像示意图中所展示的那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在太空中一束天然的激光击中轻云，导致这团云在极短时间内在某个特定频率段突然亮起，就像天体之间的一次能量共鸣。而因为这种云由氢元素构成，所以它所释放出来的信号自然也落在1420兆赫的氢线频段，这正是蛙信号出现的频率恰好吻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解释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奇想，而是早在多年以前就曾被个别研究者提出过的理论框架，如今终于得到了实质性的验证。这些最新观测进一步验证了当初的设想，科学家们在多个方向上都发现了类似的氢云结构，它们也曾短暂地释放出类似频率的信号，只不过强度比蛙信号要低得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重新评估也等于验证了去年曾在专业天文期刊中提出的一个假设，即这些冷氢云有可能偶尔释放出强烈射电波，足以让我们误以为那是来自遥远文明的通讯信号。更重要的是，蛙信号推测出的运动速度每秒74公里，正与这些氢云的已知移动速度高度一致，这进一步加强了该理论的可信度，成为目前最被广泛接受的解释路径。这些氢云并不少见，它们主要分布在银河系的晕区，也就是星系外围的半透明外壳，往往是在大质量恒星死亡前的剧烈喷发中形成的。这些云层以每秒25至90公里的速度在宇宙中穿行，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是天文学家们重点研究的对象。事实上，科学家最近还在距地球几百光年的区域偶然探测到一个非常类似的射电信号，它同样短暂而集中，并表现出与蛙信号相似的特性。虽然方向不同，因此不太可能来自同一片氢云，但这正说明这类氢云在宇宙中无处不在，只要被高能射线或恒星风激发，就有可能偶发出类似的强烈无线电信号。不过，即便这个理论目前看起来最为合理，它依然存在一个不小的挑战，那就是它在某些关键细节上尚未完全说得通。根据现有观测数据，这些冷氢云虽然确实可以释放射电波，但我们目前已知的云层从未释放出接近250杨斯基这样强烈的信号，这个强度远超其正常表现，使得蛙信号显得格外突出。所以说，这个现象仍旧有不少未解之处，而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那种最激动人心，但也最难证明的可能性。也许这确实是一种智慧生命的痕迹，一个来自遥远星系的文明。
在不经意间发出的宇宙信号。虽然这种可能性极低，但也不能彻底否认。科学研究有时就是在这种也许吧的灰色地带不断前行的。这也意味着未来的几个月，甚至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或许会不断听到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模型猜测，甚至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出人意料的解释被提出。每一项发现都可能为这个谜题增添新的一块拼图。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并不是一个尘埃落定的故事，它仍在被书写之中。但我们也可以排除一些东西，这不可能是地球上的发射源，不是卫星，不是月球的反射，也不是太阳风的某种意外。这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来自遥远深空的属于天体物理学范畴的神秘信号。这一研究也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科学发现并不总是在遥远的星辰大海中，而往往就藏在我们熟悉的数据中，等待着新的视角、更新的工具和持久的好奇心去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感谢您今天的收看与陪伴，希望这一趟关于挖信号的科学之旅，让您对宇宙的神秘与探索的坚持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敬意。未来如果有新的进展、新的发现、新的线索，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带您一同了解。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段神秘的信号就会真正揭开它的面纱。敬请持续关注，宇宙的故事远未讲完，而我们只不过才刚刚翻开下一页。